醉春风，哇，醉春风，处处见面，两人积极心动。景望中看不一样的天空，我张开心胸，无情的人笑我痴。笑无情人懵懂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，醉春风，啊，醉春风，人啊，冲动。生的心，或是往往不能。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吐露，但愿轻易交融，让我有始有终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吐露，但愿轻易交融，让我有始有终，让我有始有你找死！哎，你听见？哎呀！哎呀！我靠！哎呀！哎呀！倚天剑，真是倚天剑，没错。灭绝师太身不离剑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这个人是一位姑娘。姑娘。她的神态举止说明她是女扮男装。教主，咱们一路东行，各门派都出了事，会不会跟她有关？为了一查倚天剑，为何在他身上？走，走。地上仰慕名叫张教主，人侠高义，特命小人在此恭候，请各位入庄。对方是有意引我们来此。教主，禁防有诈。如果不进去，怎能解决对倚天剑的疑惑？我们是否见过面？三位是当世英雄，陛上心仪已久，今日路过，岂可不奉上水酒3杯，聊尽地主之谊？请问贵上名为如何称呼？陛上姓赵，归民不敢擅称。归民？教主，对方无意隐瞒女扮男装，越是如此越要小心。哎呀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人家愿意暴露身份，就足见以诚相待了。好，贵上相邀，却之不恭，请带路。请。这边请。明教的3位朋友能驾临绿柳山庄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张教主、杨左使、韦福王，请。姑娘能一一点出我们3个人的姓名，说明对我们的来历很清楚啊。明教近日光明顶一战，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震6大门派，轰动武林。这么大的事，小女子怎么会不知呢？请。
劳顿，请用些饭菜吧。请，请。这是绍兴的女真陈酒，在地窖藏了18年，请各位尝尝味道如何。人在江湖，处处得防备，尤其是陌生人。面对陌生人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应该啊。赵敏诚心相交。我说的没错，这是好酒吧。3位尽情放怀，无需客气。赵姑娘，承蒙厚待，我等无不感激。在下有句话想问，只是不便出口。张教主实在太见外了。我行走江湖多年，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如果张教主不嫌弃，大家可以做个朋友。有什么吩咐，愿竭诚奉告。既是如此，在下就直言了。请问赵姑娘，这把倚天剑从何处得来啊？自从和你们3位相遇，你们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倚天剑，不知有何缘故？实不相瞒，此剑原为峨眉派灭绝师太所有，必教弟兄命丧此剑之下的实不在少。在下自己也曾被此剑穿胸而过，险些丧命，适宜关注。张教主神功无敌，听说曾以乾坤大挪移法从灭绝师太的手中夺过此剑，又听说此剑伤了张教主，是一个武功平平、峨眉派的女弟子，这让我很不解呀。由于对方来得过于突兀，在下未及留神，所以失手受伤。想必那位伤你的周芷若周姐姐一定美若天仙，才会让张大教主失神，是不是啊？姑娘取笑了，在下回敬赵姑娘。不敢。哎呀，非常抱歉啊，我进去换件衣服，你们不用客气。跟我来。此款水仙的香气清芬优雅，甚是少见呢。哎，这个赵姑娘把宝剑留在这里，还挺放心的啊。哎，为父。哎呀，看看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教主，你不是也挺好奇的吗？怎么了？这剑怎么那么轻啊？哎，木剑，一股檀香味儿，的确是檀香木所制。赵姑娘为什么要以木剑以假乱真呢？教主，就怕这赵姑娘对我们的来历知之甚详，十有八九不怀好意。恐怕我们身处险境，属下认为还是赶快离开为好。他哪敢轻举妄动？咱们3人还怕他？哼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自打我们进入绿柳山庄，到处透着诡异，似正非正，似邪非邪。我在这江湖混了大半生，也看不出是何道理。要想在此久留，势必受制于人呐。我看不出什么诡异。要说诡异，这酒里没毒，菜咱们也没动过，我看没什么问题。再怎么说，教主来此就是为了查访倚天剑，咱们就这样走了，不是半途而废吗？你放心，这位赵小姐布下的一阵，自是有备而来，我保证她还会找上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此刻有事在身，不必多生枝节，日后以逸待劳，一切等弄清楚、看明白再说吧。张教主。劳烦通告贵主上，多谢盛宴，我有要事在身，先告辞了。请张教主亲自向小姐辞别。张教主，怎么要走了？啊，我们俗务缠身，不能多待，日后当再来拜访。我会在此恭候大驾。
我说杨左使啊，你太大惊小怪了。我看人家赵大小姐未必有歹意，她拿一柄木剑跟教主开个玩笑，那是女孩家胡闹，你还认真了你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堂堂的光明左使，在光明顶一战之后，犹如惊弓之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魏夫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可能是女针灸太烈了，我脑袋有点晕呢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才喝了1盅啊，应该站得住。魏夫，哎。不论心头如何烦恶难受，总之绝不可掉于内息，否则毒发无救。切记，切记！已经很小心了，怎么还会中毒啊？我说过，我会在这里等候张教主的大驾。赵姑娘，在下向你讨起棵花草。多谢解药，告辞了。张公子，你这什么功夫啊？乾坤大挪移吗？我看你是平平无奇嘛。老是心怀不轨。刚才摘下珠花的时候，要是在你的太阳穴上一戳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你喜欢这朵珠花，就送给你啊，不需要动手强抢嘛。那就还你吧。你是小偷！此话怎讲？你偷了我珠花上最大的2颗珍珠。无理取闹，我没工夫理你。你自己看啊，是不是少了2颗珍珠？我没拿珍珠，而珍珠不见了，这就只有一个解释，这就是你故意摘去，再施诡计。张无忌，你若有种，就走到我跟前3步。我不受你激将，你说我胆小怕死，说我没种，都随你吧。哎，算了，今天算我栽到头了，我回去怎么见我师傅啊？张教主，多谢你成全啊！是用8根粗钢条给扣住的。你人凌空在下，没有着力点，即使你武功再高，力气再大，也推不开的。你骂我啊？我假装自杀，害你中计，你一定很气我，你一定会骂我阴险狡诈、卑鄙无耻。张教主，这个陷阱呢是纯钢锁住的，打磨的滑不溜手，连条细缝也没有。哎，
你居然能以壁虎游墙功游上去，哼，佩服佩服啊！你也陪我身陷此刚牢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丫头狡猾得很，陷阱中一定有别的出路，不能让她独自逃走。你干嘛？我怕你独自逃出去。要活命，我劝你趁早开了翻版。你慌什么啊？你跟我又不会饿死在这儿。等一下我下人找不到我，肯定会放我们出去的。可是我担心的是，他们若以为我出庄去了，那就糟啦。这陷阱之中没有开启翻版的机关吗？瞧你生了一张聪明脸，怎么会问得这么笨呢？这陷阱又不是设来自己玩的，这是用来捕捉敌人的。难道在这里面设一个机关，好让敌人脱身啊？哎呀，你别急嘛，休息会儿。不行，我多耽搁一会儿，杨作是和韦父王性命就多一份危机了。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好啊，你杀了我，你也出不了这刚牢。喂，那你授受不亲哦，你老抓着我干嘛？我讨厌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坏人。不许你说我是坏人。你就是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！你打我吧，我不害怕你。我讨厌你。我问你，我明教和你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你何故要处心积虑置我们明教于死地呢？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问起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不说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不，我不需要你从头说起。虽然我很想知道你的身份来历，可是等你从头到尾慢慢说来，杨作是和韦父王早已经毒发毙命。何况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来历是真是假？万一你捏一套谎言胡说八道一番，那只是枉然废时。眼前我别无他法，我就逼你，叫人来开启翻版。我现在只要轻轻用力，你的性命就没了。你还不叫人开启翻版？我无人可教啊！再说，这个钢牢是封闭的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没有人听得到嘛。你还嘴硬？你不信啊？那好啊，不信你自己喊喊看嘛。你欺负我！我哪有想欺负你啊？我只是要你放我出去。我又没不答应放你出去。好，你要我叫，我叫了。哎，来人呐！我掉在钢牢里面了，快来人，把翻板打开啊！喂！你看，没用吧？你不羞，你又哭又笑的，成什么样子？你自己才不羞呢！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。你是弱女子，你诡计多端，你比10个男子还厉害。多谢张大教主称赞，小女子当之不愧。你，你要干嘛？张无忌，你要干嘛？为了救人，张无忌已经只好无礼了。张无忌，不要乱来啊！你放开啊！你放开啊！无忌好痒啊！我讨厌你啊！放手啊！
放开我！张无忌，张公子，张教主，你饶了我！你愿意放我出去了吗？我怕！帮我把我的鞋袜穿好。你可以放我出去了吗？赵姑娘，适才在下实在是迫于无奈，如有无礼之处，这里跟你谢罪了。赵姑娘，我走了。我家主人，请张家主收下，留作纪念，后会有期。走，水是。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一直等不到你们回来，师不回姐怕你们出事，赶来支援，刚好碰到援兵要杀害杨左使他们。好狠毒的赵敏啊！无忌哥哥，你说谁呀？这是绿柳山庄的主人，他处心积虑，双管齐下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哎，没事了，多谢教主。哎呀，爹，属下不解，在绿柳山庄处处小心，怎么还会中毒呢？那赵姑娘下毒的心机非常高明，我带的花就叫醉仙灵符，此花难得，却无毒性。那把甲乙天剑乃是用海底的麒麟香木所制，本身也是无毒，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，变成了剧毒之物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呀，我手痒啊，拔出倚天剑，我瞧什么瞧啊我！他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，魏福王就是不去动剑，他也会差人前来拔剑下毒，那是防不了的。你们看，这位赵姑娘早就算到咱们解毒之后会去烧庄，她就先把庄子烧了。此人虽是女流之辈，确实是个劲敌呀。不回妹，无忌哥，无忌哥，你快劝劝殷六侠吧。怎么了？都一整天了，殷六侠他不肯吃也不肯喝的，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，就是眼睛也不肯睁开。你看，六叔，不会说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小侄知无不答。
我的断肢有没有希望复原？你答应我的，知无不答。有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在骗我。不，你是在安慰我。真能复原的话，你30伯就不会躺在床上残废20年。我不想像你30伯那样，做人没有尊严，事事叫人服侍，处处看人脸色。我不想活得那么没有自尊，我不要。六叔，你把我杀了。你是我侄儿，当侄子的就要听叔叔的话，快动手！六叔，你听我说，你把我杀了，快把我杀了！我情愿一了百了，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快动手！动手啊！你把我杀了，快把我杀了！在感情上，我已经是个伤兵了。现在我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无忌，我求你杀了我，让我早点解脱，让我早点脱离这个悲惨的世界。黑玉断续膏。我熟读《叠骨医仙》胡青牛的医经，记得上面有记载，在西域有一路外家武功，疑是少林外支，手法极其怪异，断人肢骨，无药可医。仅其本门秘药黑玉断续膏可续接断肢，然而这个膏如何配制，却其方不传。六叔，你要相信我不是信口开河。无忌，你去少林寺就是讨那个黑什么？黑玉断续膏。无忌，你给了我生机，就不要让我失望，好吗？不会的，六叔，哪怕跪求，我也要坤文大师给我黑玉断续膏的。六叔，你安心吧，我回房去了。无忌哥，刚才你说的黑玉断续膏，真的有这种圣丹妙药吗？这只是胡青牛的医经记载，到底少林寺有没有黑玉断续膏，我不敢保证。那你……我答应了六叔，我会竭尽全力去找。哦，不悔妹，我还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照顾六叔啊。其实，小时候我常听我娘聊起英六侠，娘对她总是充满了愧疚，每每提到她，娘的眼泪就怎么也流不止。可能是小时候听娘说多了，心里对英六侠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。我总觉得我应该为我娘做些补偿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看看英六侠，他肯不肯吃一点东西。公子，你回来了。我倒茶给你喝。小赵，以后你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建议了。我服侍公子是心甘情愿的，不论是什么建议呀。哎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我怕盒子里装着什么毒虫毒药、毒箭暗器的，所以不敢开。说得对，这赵敏姑娘诡计多端，叫人防不胜防，是应该当心一点。小赵，你过来。好漂亮的珠花啊！这珠花，我曾从赵敏鬓边摘下来过。这2颗珍珠，
他又重新穿起，我不明白他是何用意。公子，这位赵姑娘对你可好得很呐，特地派人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你。我是男人，要这种姑娘用的首饰有何用呢？小赵，你拿去戴吧。不，送珠花给你，就表示人家对你有情意呀，我怎么敢收呢？小赵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拿去。我这……公子，难道送你个礼物也不成啊？好吧，小赵只好谢过公子了。想聊聊吗？聊什么？聊你心里想的事啊。小赵，你真的是……怎么啦？我心里有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小时候，我和爹娘在去武当山的路上，被援兵绑架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见到个小女孩。是赵敏。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刚才我们被援兵围攻的时候，是谁下令撤走援兵的？是赵敏。由此联想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他气宇不凡，言行举止透露着贵族气质。由他能指挥援兵来看，赵敏定是皇家之后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心中有太多的疑问，让我想不通。疑问？在深陷绿柳山庄刚牢的时候，赵敏不提不问我为何清楚中毒之事，又为何知道解毒之法？要不是他对我了如指掌，为何对我每一步要走的路都清清楚楚呢？想来，不禁令我脊背发凉，越想越觉得可怕。公子，你也不必再钻牛角尖了。我相信你和赵敏还会有碰面的机会，到时候你再找他一解心中的迷惑。也只有如此了。穿好。可恶，他竟然碰我的，太凶了。不过真气自己，当时怎么不给他2个耳光？不许你说我是坏人！你就是坏人！坏人！坏人！难道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有……不行，我不能乱想。我答应爹要帮他平乱，消灭叛军。明教是叛乱的根源，绝不可心软。教主，吵起来了！吵起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他们父女俩吵起来了，吵得好凶啊！哪2个？哎呀，还会有谁？杨逍和他女儿杨不悔呀！你
被我说到心里的痛处，恼羞成怒了。你还说？爹，应该面对的，总是要面对，你躲也没用的。因为你是我爹，所以我才会这么说。我相信这么多年来，你心里也不好过。夺人所爱不是男子汉的行径啊，爹。我跟你娘是两厢情愿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娘不肯跟你厮守终身？因为她觉得她对不起跟她早有婚约的殷六侠，所以宁肯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。她为你取名不悔，也是证明她对我的情谊永不后悔。爹，教主，无忌哥哥，我刚才听韦福王说，你们父女起了争执。教主来得正好，请教主说句公道话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必须赶往嵩山少林寺，因为殷六侠行动不便，怕耽误行程。我想让他暂住客栈，派2个人照顾他。待少林事毕之后，我们再回来接他。可是，不悔执意要留下照顾六侠，说是爹他不方便说，我来说。我之所以要留下来，是要代母补过，替父赎罪。这个，常言说到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在这儿是多余的，我睡觉去了。家务事的确难处理，不过杨左使，你要我直说，我就说了。此番前去少林寺，吉凶未定，去的人越少，就越减一分危险。其实我本来也就想把小昭、不悔，还有我六叔留下来。至于不悔妹妹为父母补过赎罪，在我认为，任何人都无权否定，甚至反对她的一片孝心。杨左使，一切依教主之言。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公子小心呐！爹，对不起啊，昨晚的事，您不要生女儿的气好吗？教主，山门是开着的，我们是按常理先递名帖，还是……教主，当年我和师公就坐在这儿，深受日晒夜寒、风吹雨淋，煎熬了3天3夜。少林寺不开门就是不开门。我好思念师公啊！教主，我和空文大师有约，直接入寺，不必拜帖了。哎，教主，少林寺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，你们私下找找，能不能寻得少林僧人可以为民降油？是。进去看看。这里经过了一场激战，看起来非常惨烈。少林僧俗何止1000人，怎么一个人都不见？名叫张无忌，求见方丈空文大师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看来是非寻常啊！属下推论，少林必然受到重创，只是不知江湖中哪个帮派有如此能力呀？教主，教主，启禀教主，少林罗汉堂中的18尊罗汉像好像给人移动过，不知其中是否有蹊跷？去看看。教主，我实在看不出这18罗汉有什么古怪。禀教主，这每一尊罗汉像都像给人推动过，本来属下疑心后面另有门户道路，
但探查四周均无密门密道。奇怪呀，教主，上面有字。怎么有字？刻痕甚新，显然是刚刻不久啊。既然一尊罗汉像有字，那么其他罗汉像的背后肯定也有字。有道理。把每尊罗汉像都转过来看看。仙珠少林，再灭武当，唯我名叫武林称王。教主，咱们快把这些字刮掉，不做冤大头。敌人用心恶毒，但是刮去这几个字，也未必有用。是啊，少林被灭，这账算到我明教头上，那可怎么办？刻下这16字之人，既是存心嫁祸本教，使本教承担毁灭少林派的罪名，好让武林群起而攻。可是为什么又使罗汉像背向墙壁，不将这16个字翻向外面呢？对呀，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这些罗汉像一定是另外有人转过去的，有人在相助本教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其中的原委也只有教主，仙珠少林再灭武当，只怕武当派即将有难。前往武当山的路上，可想而知，目的是在阻截武当派的救兵。教主只管赶路，属下与他们纠缠。为父自重了。教主放心，我老蝙蝠一向不打命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！叶六侠，你不可以动的。武当有难，身为武当派弟子，我不能不回去啊！你不能动的，你不可以乱动的。我是个废人，我没用，我没用啊！武当有难，我却帮不上忙，我是个废人，我没用，我没用啊！你不要这样啊！你现在是不可以动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像我这样活着，真的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死掉的好。我求求你，你杀了我吧，好吗？殷六侠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我会照顾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在这儿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。无忌哥哥说他会帮你找到黑玉断续膏，为你续接断肢，起码你要为着希望而活啊，对不对？殷六侠，你就放心吧，无忌哥哥会尽力的。再说，我爹已经飞鸽传书通知光明顶了，现在正带人赶去武当和教主会合呢。你放心吧，武当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杨姑娘，不悔，你可以叫我不悔啊。不悔，我求你一件事。你说吧。带我回武当，身为武当弟子，
我必须为武当去死。好。和尚，难不成是少林寺僧人？怎么会是一个人呢？来者止步！是哪一路的朋友深夜光临武当？少林僧人空相有急事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原来是少林派空字辈的前辈大师，请。手托腮，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他凄凄哀哀，什么